少林大力金刚掌对战佛山无影脚，这是连黄飞鸿他老爹都感到棘手的狠角色。少林叛徒眼空和尚一招朴实无华的大力金刚掌，拥有摧金断玉的强大威力。黄麒英的无影脚迅捷凌厉，堪称佛山第一神功，现如今却被打的脚穿鞋烂。俗话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在人体有极限的情况下，速度越快越占便宜。在南拳北腿的背景之下，无影脚能在南方崛起，自然是非同一般。只可惜这个和尚更厉害，凌空回旋，此乃风雷金刚掌，蕴含风雷的霸道。黄麒英一招震地腿，飞起的地板不能阻碍和尚丝毫，相反对方随手一拍，黄麒英就要胸闷气短。眼空和尚使出少林绝技罗汉无相手，凌空飞起螺旋突击，手掌好似莲花飞舞，一掌下去筋骨寸断，哪怕是黄飞鸿他老爹，现在也只能施展遁术跑路。清末贪官污吏横行，南方有位叫做铁猴子的侠客，专门替天行道，惩罚这些胡作非为的贪官。为了解决铁猴子，朝廷特意派下一位钦差大臣，也就是这位少林叛徒眼空和尚。他勾结贪官火烧少林，荤素不忌，无恶不作，深受武林人士厌恶。但奈何他武功盖世罕有人敌，一招流云飞袖，刚柔并济，阴阳共存，堪称风卷残云，是能跟天外飞仙和灵犀一指媲美的武林绝学，瞬间就将少年黄飞鸿卷到身边。在佛山无影脚的世界里，这一招非常厉害，用来控场堪称无敌。一招飞袖暴击，大理石地板瞬间四分五裂，铁猴子自然不会坐视不管，上来一招汤地连环扫荡腿，将对方手下先清理干净。在流云飞袖施展的瞬间，一条多节鞭凭空甩出，直插地面。流云飞袖毕竟的袖子无法与钢铁相抗衡，但这一招厉害就厉害在变化多端，出其不意。眼空和尚一招回旋流云，刹那间打爆一片。即便铁猴子使出侠客秘技暴雨梨花，使用暗器疯狂攻击，却也被攻防一体的流云飞袖挡下。暴雨梨花是暗器界最高的荣誉，在瞬间发射无数暗器，就像是暴雨一般凌厉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一波暗器之后，几人准备逃跑，但显然没有那么容易。眼空和尚一身少林绝学，肉身堪称金刚不坏，直接用铁头功撞破墙壁出来拦截。不过黄麒英加上铁猴子，两大高手也未必怕他。铁猴子上来一招冰解术，铁鞭解体破出敌人的流云飞翔。黄麒英趁机施展五郎八卦棍。五郎八卦棍相传来自宋代杨家将杨五郎，在大战后心灰意冷到五台山为僧，他以枪化棍，棍法由太极生两仪，演变为64点棍法，符合内外八卦8864之术，故名五郎八卦。黄飞鸿从其父黄麒英那里学来，后来他融入南派武学功法精华，并由高徒林世荣发扬光大。这套棍法长短兼施，双单并用，法门多而密。此刻黄麒英施展五郎八卦棍，堪称是势不可挡。可不料眼空的大力金刚手已经练到化境，能够轻易摧毁木棍，毕竟是少林绝学，就连铁砂掌大成之后都无惧钢铁。大力金刚手蕴含佛门金刚之意，堪称是坚不可摧。黄麒英败退后，铁猴子接上，凌空高抬腿，太极拳刚猛之拳，飞天神腿，在9天之上借助重力势能，一招千斤坠。只可惜眼空力量惊人，反手一招释迦志向，这是来自佛陀的至高武技，也是少林的绝学之一，能够投掷大象的可怕力量，让这一招十分罕见。铁猴子被扔出8里远，黄麒英大惊失色，无影脚之回身踹，疯狂攻击敌人，但被对方的蛮牛之力打飞。接下来就是正义的2打1，眼空和尚鼓足内力，使出超级无敌大力金刚掌，对上无影脚双眼击。按理来说，腿的力量远远超过手臂，南拳北腿的划分就是因为北方天气寒冷，所以习武之人普遍高大健壮，武功也是大开大合。而这眼空竟然反其道而行之，金刚掌稍一用力，无影脚便飞了出去，鹰爪功撕裂和尚万一，金刚脚踢爆木头。3人的战斗打破了酒坛，引起了熊熊大火。此乃火烧木桩阵，地面上全是火焰，在木桩之上2个腿法大师无疑优势大大增加。无影脚的修炼者底盘肯定扎实无比，梅花桩就跟平地一样，而大力金刚手这种力量型武学，对于走木桩肯定差了不少。黄麒英2人上来一招滑铲，将2根木桩踢断，眼空一招龙卷飞天，毫发无伤的来到另一边。2人对视一眼，黄麒英率先一招凌空飞踢，紧接着回旋下踢，用腿法不停较量，关键时刻发动无影脚。眼空明显身心不稳，趁机一招扫荡腿，只可惜没能打死眼空，反被他借力使出金刚坠，力大势沉，好似金刚。黄麒英被迫来了一招大劈叉，紧接着铁猴子从身后抱起夺命穿心脚，一击不中后退，使出猴挂枯藤稳住身形，合击技横扫千军，眼空的脑袋差点被踢爆。
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脑袋，而脑袋最脆弱的地方是太阳穴，哪怕习武之人也不敢硬碰硬。眼空吃下这一招，差点葬身火海。二人组通打入水口，使出向下飞踢，岂料和尚手臂发力，一招倒反天罡，竟然踢飞了对面。起身后踢云纵高高跃起，随后秘传绝学千斤坠，一个人竟然差点压死两个人，木桩都断了一截，高抬腿暴击，两人痛击脑袋，随后连招穿心腿，暂时占据上风。不甘心的眼空倒拔垂杨柳，拔出火焰木桩，一招烧火棍法横扫千军，黄麒英不得不后退扑灭火焰，大圣披挂，再接上断腿一击，铁猴子瞬间倒地，眼空手持烧火棍，一招火龙钻，差点就弄死了他。关键时刻黄麒英伸出脚猿吼捞玉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斗转星移还是比身，铁猴子同样拔出烧火棍暴击，黄麒英一招流星赶月，踢飞火球重击眼空，铁猴子一棒将其打飞。恼羞成怒的眼空和尚使出横扫千军破釜沉舟，木桩全部被打碎，眼看就要葬身火海。铁猴子一招大圣劈山，露出破绽吸引对方攻击，黄麒英趁机使出200%功力的佛山无影脚，直接将作恶多端的眼空和尚踢进火海。这下是神仙也难救，二人接住竹竿离开火焰，成功与家人团聚，而黄飞鸿的传奇也从此开始。本期武林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